按照你说的，我给几个定制饰品的客人建了一个群，主动的跟他们沟通，效果还真的不错。这个是我从一个玩滑板的客人那得到的灵感，我给他取名叫叛逆。还有这个叫坚持，是一个做仰卧起坐的熊猫，因为这个客人1个月减了30斤。那太好了，哎，我再看看那个叛逆。我很喜欢这个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做一个，做成胸针？哦，对，孤品，哎呀，而且你也不喜欢重复。哎，乔哥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有一个人问你买5只兔子，你怎么办？我不接啊，或者说我做5个不同款的兔子给他。做5个不同款的兔子，那不都成一个系列了吗？哎，对啊。比如你看啊，生肖系列是12款动物，对吧？那你的叛逆系列也可以是5只不同造型的兔子呀。你的意思是5个不同款的兔子，但是是同一个主题？对，就比如叛逆吧，可以找一些形似的珍珠，采用同样的设计，这样就是一个系列了。但是肯定会有细节上的差异嘛，所以每一件都依然还是独一无二的孤品。有道理。那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，你呢只用负责每个系列主题的设计，然后剩下的呢，你就可以培养一个团队让他们去完成。那听你这么说，我小作坊的产量是有机会提升的。几何倍数的提升啊！再加上品牌化的运作，门店、网店、直播，线上和线下就联动了。到时候别人一提到巴洛克珍珠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乔克你啊，是不是？不过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手工艺人，要想把品牌做大做强的话，仅凭我一己之力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我可以帮你啊。那你来做我合伙人呗？可以啊。真的？你没开玩笑吧？你难道不是在开玩笑吗？也对，你这么好一个主播，就应该在直播间里闪闪发光，怎么会跟我做一个小小的异形珍珠呢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。你别闹了，这回我可不当真。哎，再我看看别的。周总，齐总说他马上就到了。我找了几个招聘网站的合作计划，他来了跟他讨论一下。好的。周总，你那个联动抖音引流的用户增长方案，我看了，好厉害呀！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，要把土桥墙现在的平台荷载量升级到1000万级别，这个技术的升级费用非常昂贵，土桥墙现在的资金储备还没那么多钱啊。你说的对，是我疏忽了，步子迈太大了，抱歉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明明是我犯错，你为什么那么紧张？我怕是你有什么精妙绝伦的想法，我没有参透，到时候你又骂我。我原来有一直骂你吗？你没有骂吗？我到现在我都 PTSD 了。如果你提出的意见是像今天那样，我一定会接受。之前骂你，只能说明你提的意见很傻。谁说的？
也不是都很傻，好吧？那个红茶不就是我提的吗？这个是你的错吧？你当时也骂我了。那个案子最后也是你搞丢的。也是，但是，行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小国，还要排队，最后2份我全买回来了啊！周总你也尝一下。啊，我不用了。客气什么呀？来，这份给你，还有有营养的有机奶。小国呢？我跟你讲啊，有研究表明，人在吃好喝好的时候工作，能够激发灵感，放松身心。什么样的研究？我告诉你啊，某个心理学家研究的。哎，嘿，小鱼儿，拿3双筷子。筷子都不拿。那我不是着急回来见你吗？那个朱总，我把那个根据客户需求，把那个可合作的公司名单我已经列好了，到时候我发给你。行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设计一个系统，企业准入系统。什么叫企业准入系统啊？周总之前设想的吐槽墙的未来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诱惑力。照这个展望下去吧，可能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公司和平台。但是因为我自己之前在蓝河待过，我知道强大的背后，其实就意味着权衡和舍弃。我好担心自己在将来有一天会不会为了做大公司，也放弃了用户第一的准则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企业准入系统就非常的重要。它既能够帮我们审核一个企业有没有资格入驻吐槽墙，也能够保证用户的使用体验，这样吐槽墙就不会失去用户的信任了。怎么样？这个想法你说的对，建立信任是公司的基础。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符合吐槽墙的风格。你很适合作为一个创业者。哇，周总，你也是我见过眼光最好的投资人啊！哎，嘿，哎，谢谢。赶紧吃饭吧。周总，谢谢。饿死了，吃哪一个呢？呀，哎，周总你也断了，长的给你，谢谢。来吧，你用短的吧，小短手。我还想吃一口呢。是吗？哎，我杭州那边的话，下个星期就可以去签约了。我的面试通知也来了，下个礼拜。那就后天。后天也挺合适的。我看了机票的话，价格都很合适。你说我要是突然走了，我爸妈会不会报警啊？不会啊，你就跟他们说你短出差啊，再说你找到一份好工作，需要留在那里。那个时候呢，你爸妈也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再想想，最多半年，你弟到时候就回去了，陪着你爸妈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还挺有经验哈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都想好了，咱们去杭州的第一顿去吃那个西湖边上的西湖醋鱼，我听说可好吃了。赶紧得把房子找了，不然到那没地住了。我今天早上起来，好几个收藏都被租走了。你喜欢的那个郊区的独门独户的那个被租走了，好遗憾哦。哎，运河边上这套怎么样？你想想啊，到时候咱们吃完晚饭，然后去运河边上散散步。它还有个朝南的小阳台，可以一起晒晒太阳、养养花什么的。到时候咱们住进去以后呢，再养只猫。你不是说你想养猫吗？哎呀，每次看到狗哥在家跑来跑去的，我就好羡慕小丁啊。小丁那天还跟我说，你打算怎么跟你朋友们说？没想好呢，等到杭州安顿好再跟他们说吧。哎，你好，这里。你好，
转送。你看一下。哦，好，你们还挺准时的。应该的。蛋糕你检查一下吧。没有磕碰，挺好的。好，那您尽快使用。好嘞。来，拜拜。哎，浩总，大宝，哎，我正准备找你呢。给你准备的。给我啊。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上班吗？准备个蛋糕欢送一下。啊，我以为我突然离职，你们会不高兴的，你们还给我买蛋糕了。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你要离职，肯定是有更好的去处啦。都是打工人，人往高处走，理解？谢谢。行了，手头的活儿都放一放。今天宝姐呢是最后一天上班，请大家吃蛋糕。好，谢谢宝姐。祝我们宝姐以后前途似锦。谢谢。宝姐，你刚来的时候，浩总还说你连1周都坚持不到呢。我们当时就觉得你有点娇气，到再后来，我们觉得你特别好欺负。吃的管不住嘴啊。哦，不是，是特别的踏实肯干。其实我一开始还以为我没什么舍不得的，但现在看到你们的，看到这个样板间，还是挺舍不得的。你说我在这演了30多次群演吧，得有28次都是那个恶毒女配。哎，你别说，那恶毒女配演的比上次那个女主还好。我在公司群里看见了，还挺好笑的。你也别说啊，宝姐戏可以的。同事们给我准备了送别蛋糕，可温馨了。晚点再和你碰头。真是太浪费了。双木跟马姐呢？哦，对了，这个蛋糕就是双木和马姐去店里帮你选的，不过他们来不及回来，所以就只能闪送过来了。他俩去哪了？跟你同期离职的不是还有殷赏吗？他们部门呢给他也办了一个欢送 party。哦，马姐呀，还有双木都挺喜欢他的，送礼物去了。啊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们公司喜欢他的人可多着呢。我知道的大概能有个5、6个吧，差不多。今天估计给他送东西的人不能少。话说回来啊，这个小伙子颜值还是可以，是啊，招人喜欢。我都喜欢。行了，快吃吧，吃完回去休息，我们还得加班呢。哎，宝姐，听说殷赏的欢送宴是在 KTV 啊，那气氛一定特别热烈，玩的一定特别嗨。哦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先去忙。嗯。干嘛？你在哪儿啊？有些人不是在跟女同事唱歌、吃饭，还打保龄球，一会儿还要收人家礼物嘛？怎么有空想起我了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很生气，我吃第一口饭都吃不下。是吗？那我怎么看见有人一边吃肉夹馍，一边在找吃的？哎，你怎么来啦？我跟他们说，我女朋友今天也辞职，我要陪她。走呀！干嘛？你不是要吃东西吗？我陪你。我回来了。
202，202，睡了吗？睡了也吵醒了呀。他们都不在家，你陪我聊聊天吧。熬夜可不是一个好习惯。我是一个带货主播，我已经熬习惯了。带货主播，有意思吗？我也想试试。以前还挺有意思的，现在有点无聊了。无聊了就离开啊，换个新游戏呗。哪那么容易开始新游戏啊？既舍不得现在的，又舍不得现在陪我玩游戏的人。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没那么简单。达芬奇说，简单是终极复杂。那复杂呢？复杂的人生可以用暴力简化啊。听不懂了。说了你也不懂。你这不吃亏的性格倒是跟某人挺像的。像吗？那他是不是和我一样帅？我可以见见他吗？不说了，熬夜可不是个好习惯，快睡吧。女人真善变呢。拜。喂。喂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妈妈，你收到齐总送给你的环保貂了吗？啊，对，收到了。这孩子破费了啊！是我跟他一块买的，我们给丽芬阿姨也买了一件，但是我觉得她那件没有你的好看，只不过只有一件了，你帮我跟她说。那个果儿啊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我现在还不知道呢，工作确实最近有点多。怎么啦？想我了？那个妈想问点事儿哈。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过，那个你有个闺蜜的爸爸妈妈是医生，是不是？不是我闺蜜，是我闺蜜男朋友的爸妈。咋啦？喂，妈妈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是这么回事，果儿，那个，你不是前段时间送给我一个那个，体检套餐吗？啊。然后妈去检查了，检查完了，你说那医生他跟我说我那个肺子上有一块阴影。啊？他说让我上大医院再看看，我就找了个人问了问，他们说好像是癌。没事儿，我这都不相信这些。哎，妈，那个。我知道了，你也别太害怕了，不是还有下一轮检查吗？我这就买机票回去陪你，好吗？那你要不忙吧，你就回来陪妈，妈这心里就能踏实点儿。行了，挂了吧。好，我先挂了啊，拜拜。好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梁子。好，你放心吧。那我先挂了，我先买票。好嘞，拜拜。梁子说他正好在家，然后帮我先收拾东西。我陪你回去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齐松，要不你先赶紧在网上挂个号吧。所有能挂的我在微信上都看到了，全满了。那个波小果，你放心吧。那个我妈刚给我打电话说了，她明天一早就去排队挂号。我正在咱们互助群里问呢，看看有没有人有类似经历的，没准还能作为参考。小果，我刚才咨询了一个我胸外科的医生朋友，
他说，其实肺部有阴影也分很多情况，除了癌症，也有可能是良性肿瘤和计划性炎症。我建议，要不让娟姐来深圳，找这边的医生看看。小果，我觉得周总说的有道理，与其咱们现在回老家，那不如把娟姐接过来。你想，咱们老家那的医疗条件肯定没这儿好，而且就一旦需要治疗的话，也肯定是在这儿更方便一点。好，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。我先去约一下时间。娟姐，机票我来订。小果，没事儿，你放心，阿姨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我一会儿就会602陪你啊。妈，妈，哎，哎呀，宝宝回来了，怎么啦？妈，你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好，做体检了没？做了，来之前就做过了。你那个血压、血糖、心肺啊、心脏什么都 OK 吗？都很好呀。宝宝今天怎么啦？净问一些没头没脑的话。怎么啦？没事儿。你吃饭了没啊？早吃过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不是该上班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下午调休了。好了，来，妈妈刚刚切的水果，你赶紧吃点啊。宝宝，床上的衣服我给你洗了啊。啊，洗吧。妈，那个家里洗衣粉还有吧？有。那个消毒液呢？洗衣粉、消毒液都有。最近附近的超市我逛得挺熟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那个，明天我要临时去出个差。哦。行李收拾好了吗？还没有呢。收拾行李一定要仔细点儿，罗列一个清单，反正到时候收拾一样你就划一样。出门在外，你多准备点药，如果身体不舒服了，好过去药店买药。嗯，知道了。也好也好，这样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们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，等妈妈过来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想定制，在店里看了半天了。什么诉求？结婚伴手礼。那不挺好的吗？300份。那更好了。太难不重复了。不要轻易 say no。所以这不就把你请过来了吗？你好，请问你想挑选什么样的款式？我就想要那种优雅中带着一点俏皮，俏皮中又不失稳重的，作为我婚礼的伴手礼。婚礼啊，
那我先恭喜你。不过啊，有一个情况我需要向你说明一下。巴洛克珍珠呢，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它每颗都不一样。他刚才都跟我说过了，所以我也很纠结啊。挑那种传统的都一样的吧，太 boring 了。挑不一样的吧，我又怕来宾们会比较。是，不仅会比较，而且你看啊，虽然我们这有很多现成的款式，但也不是每一样都适合作为结婚的伴手礼。是呀，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想想，你看看啊，这样行不行？这3款呢，分别叫珍宝、纯洁、坚定，寓意都很好的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发展成3个系列。我知道，每一样珍珠它的个体形制上会有一些差异，但因为呢我们采用的是相同的设计，所以都会指向同一个表达。而且用这3款作为伴手礼的话，来宾来了之后还可以3选1哦，或者干脆做成盲盒的形式，还增加了婚礼的互动感。这个想法好，我要赶紧和我婚庆公司说一下。那咱们就这么定吧。不过啊，300份确实是量有点大了。我们是纯手工打造的，所以不知道您婚礼是在7夕来得及吗？我先画设计图给你看。OK。设计图一出来以后呢，我会第一时间联系你，你有什么建议也及时反馈。好的好的，太感谢你了。那我们保持联系。好嘞，慢走，拜拜。恭喜啊，拿下大单。这不多亏了你吗？核心呢还是你的作品足够打动人。没想到你说的系列模式这么快就成。对啊，不过你的时间和精力真的 OK 吗？你上次说完之后，我就开始在设计师群里物色人选。不错呀，懂得主动出击了。所以梁爽，我们一起合作吧。啊？这次我没有开玩笑。从最早的独立设计到客人定制，再到系列模式，因为你，我这家小店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了。还有，你不想大家提到巴洛克珍珠，第一想到的除了乔克，还有梁爽吗？我会好好考虑考虑的。分手吧。不发烧，就是咳嗽止不住。阿姨，这车你还坐得惯吗？坐得惯，这车后边多宽敞啊！这车外边我都认识，里边我可没见过。这是启宗自己组装的房车啊，这就是房车呀？他改的。啊，启宗自己。哎呀，启宗你真能干呐！还行还行。哎呀，阿姨可能这几天呢就得麻烦你了。麻烦什么呀？这都我应该做的。阿姨，你这2天就随时使唤我都没问题。这说的阿姨都不好意思了。那个，阿姨，我问你个事儿呗，你跟我妈的关系是不是不怎么地呀？啊？这个孩子瞎说啥？我跟你妈呀，我们俩是老姐妹了，这关系老好了。我们就是那种吧，不见了就想，见了面就掐。我们都成天闹着玩呢，你们那都不懂。那你知道我妈双眼皮是拉的吗？啥时候拉的呀？说是生我之前就拉的，前2天呢又去重做了一次。哎呀，我说你分儿姨吧，这是现在看见我那大眼睛个呼哒呼哒的，我就说她是拉的，哎，她死活不承认。我妈不承认的事儿多了呢。她是不是还总跟你说什么逢年过节呀，然后她生日啊，我都给她买花？是啊，咋的了？还不是被你逼的。然后你总说小果给你送花，我妈就气我说生儿子没用，就自个儿花钱给自个儿送花去了。哎呀，小齐送啊，这阿姨可得批评你。这个过母亲节呀，还有这个妇女节呀，尤其是你妈生日，你就得向小果学习，是不是？你得好好表现一下。我表示了，只是没表示在花上。那你们去年参加那个旗袍大赛，那我又是买旗袍，又是给她刷票的。那个
你妈那旗袍大赛得第2名，是你给刷票刷的呀？当时他去参加比赛，我就找了我朋友说把我妈刷到前50。我妈这一看，哎呦，尝到甜头了，自己掏腰包刷到了第2。这你芬儿姨呀，就拿这么一个这个自己刷票刷出来的奖状，哎呀，跟我这炫耀3、4个月呀！哎呀，你说这自己花钱，你妈乐死我了。行了，你少说点吧，芬儿姨知道之后揍死你。我跟我妈的通过气儿了，我妈说了，只要娟姨你能开心，怎么说她都行。你看我就说嘛啊，哎呀，你妈跟我这感情啊是真是深呐。来，抖一下。阿姨，哎，这个枕头给您哦，这是一头高一头低，睡得可舒服了。哎呀，还这么软的。对呀，哎，小果有没有干净枕套啊？有。啊，阿姨，这个香薰石里放了柠檬草的精油，凝神安睡的。好香。阿姨，这是个眼罩，你们白天要是想睡觉，可以戴这个。哎呀，孩子，你们对我太好了，谢谢孩子，谢谢。那我们让阿姨早点休息。我们就先出去了。阿姨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晚安，谢谢你们啊，没事谢谢。没事。哎呀，果儿啊，你这些好朋友啊，对你可真好。哎，有他们陪着你，妈就放心了。妈，我们明天上午要去做一下增强 CT，等结果出来以后让专家看一下。别担心，我们都听医生的，这边是胸外科的专家，很权威也很有经验。果儿啊，你这挂着专家号是不是非常难抢号啊？周巡帮忙找的，是他朋友。那你替妈谢谢人家周巡啊！你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为我这事儿说还得麻烦他。那怎么了？只要你好好的，找谁帮忙我都愿意。果儿啊，妈上网查了，要真是肺癌，这一旦要是恶化起来，可快了，没几个月。呸！网上的话能随便信吗？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不爱听，那你不爱听，我也得跟你说呀。我是说万一，你看你，人万一有那一天是吧？妈妈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，你就舍不得离开我，你把我送到那个 ICU 病房里去，身上给我插乱七八糟一大堆大管子，你说那是又浪费钱，我又遭罪。妈妈是有尊严的，是不是？唉，妈是个要面子的人，我就想漂漂亮亮的啊，有尊严的走。我这些天我也在想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说妈这一辈子哈，虽然经历过这些沟沟坎坎的，但妈有你啊，妈有你，有我宝贝闺女，你对妈多好啊。其实妈过得挺幸福的，真的。妈就满足了。妈，你再说我要生气了，明儿还得做检查呢，早点睡吧，检查就完了，没事儿了。我不是说万一吗？你看，没万一，没有什么万一，别胡思乱想了。行，快赶紧试试那个，给你弄个枕头。你妈睡了？小果，我妈
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了下娟姐的情况。我妈说，你妈在家那边平时也经常运动，也会去跳跳舞什么的，身体肯定没问题。而且去年他们2个不是去做体检了吗？去年没问题，今年肯定也没问题。其实，我当时接到我妈妈电话的时候，我就懵了，我才发现我都25了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对呀，你才25而已。那再说了，这种事跟年纪本来它就没有关系。无论是谁，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这种事儿，他都无法面对。这种时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其实很重要。你妈妈是，你也是。宝宝，你那手机和那个充电线千万别忘了，一定要带好哦。好。行了，出发吧，别误了飞机。妈，等爸回来以后，别跟他吵架了。他要是想炒期货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妈，要抱抱。抱抱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出发吧，在外面要多注意啊。到了给妈妈报声平安。哦，还有要注意身体，不能老熬夜，听到吗？好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好，路上小心啊。走吧。走吧。老婆，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，之前我们被扣的那批马桶，现在应该可以拿回来了。我是这样想的哈，如果那批马桶拿回来，我就找一个之前熟悉的经销商，在线下把它卖掉。我算了一下，这批马桶全部卖掉的话，我们家的外债就基本上可以全部还清了。
期货我也不炒了。你之前说的对，期货这个东西确实风险太高，也怪我鬼迷心窍，想挣快钱想疯了。好，你觉得可以就做嘛？你抓着了不？大宝走了，他去出差了，可能要很长时间，也有可能不回来了。不回来了？啥子意思啊？我看到他的逃跑计划，他跟殷商走的，还像个娃娃一样，连逃跑都还写个计划。他们在计划里面写的未来比现在好太多了。他们想要过他们自己的日子，就因为我们才一直耽搁到。所以我让他走了。你让他走嘛？他都已经长大了，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。那半年，他真的太苦了。你也看到了，他跟殷商两个人是互相喜欢的。要换成以前，他绝对是高高兴兴的耍朋友。那就是因为我们，他才能在他自己喜欢人的面前抬不起脑壳。等他走吧，挺好的。哎，我们买的那些碗啊和那些生活用品全到了，就在那个门口堆着呢。行，那回杭州就可以拆快递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一个东西。啥？看嘛。虎头虎脑的，挺可爱的。哼。你看你的小名叫小虎，明年又是虎年，我们2个一人一个，希望我们真的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吧。嗯。总懂我没说的，吞下的不说，张开揉碎的不留。你总逃不了谁的好，城市不断寻求，又不断怀疑自我。你说我们是一样的，在黑夜里生活，渴望被人经过。我说只要你疲惫了，会有我安心的坐在一旁陪你找。不如我便带你去看海，向世界的远岸披覆你我呐喊。知道吗？你爱是一片海，是我身边的海，背负最赤诚